花开花落自有时，缘去缘来总有因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。在某个吉利的日子，我结束了自己匆忙的婚礼。现在回想起昨天，我仍然感觉一切都像做梦一样，除了晚上实打实摸到的礼金，其他的记忆都变得虚幻。我美滋滋地看着手机里的余额，眼睛不经意地瞄向了手腕，空荡荡的。对了，三金放哪儿了？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忘记了？我仔细回想，脑海里居然一点关于三金的信息都没有，心头涌现出一股不祥的预感，该不会是不见了吧？我赶紧打电话给老公陈忠，问他知不知道三金在哪。他接通了电话，沉默了一会，回答我没见过。我紧张地握紧了手机，刚刚打电话打了一圈，伴娘们都问过了，他们都说没见过三金。昨天这么多人，该不会是被偷了吧？咱们报警吧。不要，不要报警。为什么？我问。三金是婆婆买的，凭证小票应该还在，数额肯定超过2000元了，是可以麻烦警察调查的。你想啊，陈忠的声音低沉带着磁性，有一股可以让我静下心来的魔力。昨天来观礼的都是咱们的亲朋好友，三金丢了报了警，警察肯定是要找他们问话的。我们昨天才结婚，今天就让警察上门找他们，这样影响多不好。先不说我们怀疑他们偷三金是一件多么伤人的事情，再说了，都1天时间过去了，偷三金的人这会肯定把三金卖了，肯定是找不回了。既然料到了这个结果，我们还去打扰他们，多个负面的印象，何必呢？可是三金起码也价值好几万呢。没事，就当买个教训吧，下次可要注意好了。下次？我满头黑线。我下次结婚嘛？陈忠愣了愣，半开玩笑道：“这可说不准。”虽然我觉得陈忠的话有道理，但是三金好歹价值好几万呢，有点心疼。三金不是我去选的，是婆婆直接买给我的。交到我手上那天，婆婆连说了好几回，价值3万块，是整个家族里最贵的三金了。所以我对它的价值很有印象。三金是一套比较经典款的样式了，硕大的花朵造型是婆婆们会喜欢的款式，不过这种样式市面上比较少了，都换成了年轻人喜欢的。但是既然是婆婆买的，我也不好意思多说什么了，心里想着下次去金铺换一套自己喜欢的。然而现在却出了这档子事情，让人心里难免有些失落。陈忠家都是爱面子的人，如果真把这件事公开说，应该多数会赞同陈忠的做法，隐瞒下来。因为对于他们来说，面子比天大。陈忠有个弟弟陈明，跟他就差了2岁。陈明有个恋爱多年的女朋友，早就想定下来了，奈何当地的风俗是哥哥不结婚，弟弟就不能越过哥哥提前结婚，所以他们就等着陈忠先结婚。陈明的婚期定在了我们婚礼后的4个月，算算时间，马上就要到了。弟媳叫周末，在一家企业里工作，我也见过了，非常温柔的一个女孩子。因着年纪相差不大，又是前后脚结婚，所以我们加了联系方式，经常会交流。某天，她约我出去逛街，走到一家金铺前，她的目光被摆在橱窗里的一副金光闪闪的项链吸引了，呆呆地望了许久。我笑着说：“这么喜欢呢，让婆婆买，就当三金了。”说到这个，她抬眼看了我一眼，叹了口气。别提了，我在网上看其他人结婚的三金都是自己选择的，我都在心里模拟了好几次购买三金的场景。但是，陈明说三金婆婆早就买好了。对了，他转头看我，嫂子，你的三金是自己选的吗？我摇头，跟你一样，婆婆直接买好了。
送给我那天说了好几句，价值3万块，是全家族最高的待遇了。啊，她惊叹道，婆婆也是这么跟我说的，难道是对儿媳妇们的统一话术吗？婆婆把3金给你了吗？我试探性地问道，就想看看周末的3万块3金跟我的3万块3金差在哪里。周末闻言又叹了口气，我明里暗里都暗示了好几次，但是婆婆都像是听不懂一样，只说婚礼那天她会带过去的。我惊讶，3金不是应该提前给你的吗？至少我那时，对吧？她附和点头。我身边的朋友们都是这样的，但是我跟陈明说了好几次，他都不耐烦了，只说肯定会给我的。我自己也说累了，说的多了，好像我就是为了3金而嫁一样。我抿了抿唇，确实难办。如果婆婆这么坚持的话，婚礼在即，现在一切都已经上了发条带，想喊停就得兴师动众。没事，到婚礼那天就知道了。他们家也不至于会赖这个不是，我只能宽慰他，只是心里还是觉得哪里怪怪的。陈明跟周末的婚礼如期举办，大概是因为不久前刚举办完我跟陈忠的婚礼，资金紧张，所以陈明跟周末的婚礼现场看起来略显简陋。不过这并不影响新娘子的美丽，新娘子的房间里站满了她的娘家人跟朋友。我作为婆家人，自觉地把位置让了出来，只是跟周末打了个照面，夸了她一句真美后就离开了。陈忠跟着公公忙前忙后，顾不上我。婆婆笑得合不拢嘴，一直在招待宾客。男方的亲戚们我半生不熟，女方的亲戚们我压根不认识，于是我选择了最简单的活，坐在门口为宾客指引路线。门口可以一览现场的所有布置与状况，我闲着无事就扫了一圈，发现了一些奇怪的地方。怎么某些布置看起来这么熟悉呀？好像在哪里见到过，比如干花装饰，还有后面的大面积背景板。我点开手机，对比了下自己婚礼那天的背景，彻底明白了这熟悉感从何如来。这些不就是从我婚礼上平移过来的装饰吗？可真够省的呀！宾客落座，仪式开始。我坐在主桌的位置上，身边坐着陈忠，对面是公婆。门开了，新娘子在父亲的搀扶下，落落大方地走到台上。周末今天真的很漂亮，精致的五官搭配浓妆，堪比女明星。她的脖子上戴着金光闪闪的金项链，手臂上也戴着金手镯，大概这就是婆婆说的3万顶配3金吧。只是我怎么觉得莫名的眼熟？我悄悄拉了拉陈忠的袖子，低声说：“你觉不觉得周末的3金跟我的那套一模一样？”陈忠顾着拍照，眼睛都没看我，只是淡淡的说：“说什么呢？”我又重复了一遍，他这回斜眼看了我一眼，都是咱妈买的。她买2套差不多的，不是很正常吗？这个理由让我暂时闭了嘴。婆婆的眼光确实挺一致的。我们这边的风俗是新郎新娘敬酒的时候，主桌的长辈就会把红包直接递给新人，说是红包，其实就是礼金。主桌的多数都是重要的长辈，所以一般红包会相对厚重一些。陈明带着周末敬酒到了我跟陈忠面前，陈忠把红包递给我，暗示一会让我递给他们。我接过红包，轻轻摸了一下，这分量十分足，甚至有些超越了我跟他探讨确定下来的金额。我低声问：“你是不是放多了？”陈忠蹙眉看了我一眼，现在说这些合适吗？我怕你。行了行了，他抽回红包，一会我自己给就行了，让你做这么点事也要唧唧歪歪。周末已经笑着到我跟前了，我忍住了要说的话，敬完酒，陈忠把红包递到新人面前，周末说着话就要接过红包，陈明却先他一步把红包接下了。
两口子谁拿都一样，周末也就放下了手。只是陈明这突兀的举动让我印象深刻。婚宴临近尾声，陈忠依旧作为主家，陪着陈明以及公婆去送宾客，而我百无聊赖就走到周末的化妆间里找他说话。推开门，正巧碰见他送伴娘们出来，我们一同回到化妆间。嫂子，结婚可太累了，我下次不想再说什么呢？我打断他的话，你才刚结婚就说些不吉利的话。周末倒是不在乎，谁知道呢？他对着镜子卸妆，正要取下项链，发现摸不着扣子，于是让我帮忙取。我走到他身后，仔细地看着锁眼，轻轻地把项链取下。取下后，我顺手放在手掌心中，细细观摩起来，发现这条链子真的跟之前婆婆给我那条一模一样，就连锁扣有些卡顿也是一样的。看什么呢？周末从反射的梳妆镜里看我，调侃道：“该不会是婆婆给我的链子比你的重？你要生气了吧？”不是，我抬头反问：“你见过婆婆给我的3斤里的项链了吗？”她眨了眨眼，在你婚礼上远远地看过一眼。怎么了？你这条跟我不见的那条一模一样。不见的那条，她喃喃道：“你的项链丢了。”是啊，我点头，侧头确认了下化妆间的门是关闭的，才小声对她说：“在我婚礼那天后就找不到那条链子了。我跟陈忠说过这件事，当时我就想报警来着，但是他说不要，怕猜忌婚礼当天的宾客，传出去影响不好。3万多块呢！”周末惊呼：“这不比面子重要？而且宾客们如果没偷，怕什么警察调查？心里有鬼的才会把错怪在你们身上吧？”我想了想，是这么个理，但是思……正说着，周末忽然倒吸一口冷气：“怎么了？耳环勾着肉了。”他说着，用手把耳环取了下来。耳环是跟项链配套的老式花朵款式，这耳环又重，钩子还小，讲话幅度稍微大点就能卡着肉。他絮絮叨叨地吐槽着，他越说，我心中不祥的预感越强烈。我目光呆滞地抬眼看他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你说是不是太巧了？我那副也是这样。”他也愣住了，就是因为太难受了。婚礼后半段我就取下来，让化妆师给我换了一副，所以我记得很深。他像是想到什么似的，赶紧捂住手腕上的金镯子。那关于镯子呢？你有什么能想起来的细节没？镯子，我抿了抿唇，思忖了会，似乎对镯子没有特别的印象。镯子好像没什么特别的，只是我当时的伴娘好像出了点小插曲。她不小心捏了下镯子，形状变得不是那么圆了。听着我的话，周末逐渐睁大了眼睛，他挪开了遮挡手腕的手，把另一只戴着镯子的手摆在我眼前。嫂子，对上了。他纤细的手腕上挂着一只金灿灿的手镯，那手镯正呈现着椭圆形的样式。我们四目相对，气氛一时沉默。虽然会有巧合的成分，但是一下子来3个巧合，这也太不像巧合了。你说，我咬着下唇，小心翼翼地说出心照不宣的想法。周末眉头紧锁，脸上挂着不解又荒唐的表情。晚上回去的路上，我开车，喝得有些上头的陈忠坐在副驾驶室。我在车内后视镜里扫了他一眼，发现他正在揉着太阳穴，应该是扩散的酒劲让他不舒服了。我状似不经意地开口：“你给陈明跟周末2口子的红包里塞了多少礼金？你问这个做什么？”他没有看我，给都给了，现在说也无济于事了。给了多少金额？我难道连知情的权利都没有吗？他见我似乎有些愠怒，转头看着车窗，淡淡的说：“也没多少，正常的金额。”正常的金额是多少？我追问道。我不明白，夫妻之间有什么不可以坦诚相待的？
他被我问得烦了，再加上酒精的作用，大声吼我：“12000，行了吧？”我猛地一踩刹车，巨大的惯性让车子发出滋一声的巨大刹车声。副驾驶的他图舒服，没有系安全带，由于惯性，直接一个猛劲，把头砸在了前窗玻璃上。你包给你弟弟12000元，你为什么没跟我商量？你发什么疯？陈忠捂住的额头肉眼可见的发红。他当初给我们的礼金就3000块，你给他回那么多做什么？是家里有矿吗？陈忠紧咬着后槽牙，发出一声啧。他是我弟弟，多给点也是自家人，有必要这么大惊小怪吗？大半夜在马路上抽风，我作为他的哥哥，拿个5000、8000的，怎么好意思出席他的婚礼？他瞥了我一眼，一副我不懂事的模样。咱妈也跟我千叮咛万嘱咐了，包给亲弟弟的礼金一定要体体面面的，不能丢了哥哥的气度。他喊你一声嫂子，你觉得包这么多很多吗？你怎么连咱妈都不如？感情钱不是他出的，当然怎么说都成了。我在内心腹诽，没说出声。你包礼金的时候就应该跟我商量，而不是通知我。我是你老婆，是你的枕边人，不是你日夜防备的外人。一想到他拿我们共同攒下来的钱去撑面子，我就气不过，懒得理你。陈忠打了一声哈欠，放倒座位，背过身去，嘴里叨叨着：“你自己一个人吵吧，别烦我。”我看着他的后脑勺，真是想狠狠给他一下，看看脑子里藏着的都是什么东西。2天后，公婆喊我们回家吃饭，还叫上了陈明跟周末2口子。到了门口，正巧他们也拿着水果进门。我跟周末对视一眼，收回视线。吃过饭，公公去钓鱼，我怂恿着陈忠也去。陈明看了也凑热闹跟着去了。家里就剩下3个女人。客厅里，周末从自己的包里拿出几个红色丝绒的盒子，一一摆在茶几上。我坐在一边，边打开盒子边拍照。婆婆从自己的卧室里出来，抬眼就瞧见了我们2个在客厅里忙活着什么。她走近一看，问道：“你们在做什么？”我低头拍照片，听见声音，抬起脑袋跟她解释：“妈，我的3金丢了，样式跟周末的这套差不多，所以我想着拍几张照片发给警察，方便立案。”什么立案？立什么案？他的眼里闪过一丝慌乱，似乎是察觉到自己过于紧张，眼睛避开了我们的视线，只是低头看着盒子。哦，对了，我拉住他，还需要提供购买凭证。妈，你买给我的这套小票还留着吗？他收回手，没有，丢了。周末插话道：“丢了也没事，我们去店里找店员核对一下就行。反正你半年买了2套，算是大顾客了，他们一定还认得你。”是啊，妈，你带我们去那家店，剩下的交给我们来处理吧。婆婆在我俩的注视下喝了口水，眼神一直往门口瞟。店远着，不方便去，有车怕什么？就算是外省，现在坐动车很快就到了。对呀，妈，我附和。你不方便去也没事，把地址发给我，我自己去就行了。3金是你给我买的，丢了我心里也过不去，所以觉得还是需要找回来。婆婆看着我，你3金都丢了这么久了，恐怕也找不回来了，就别费这力气折腾了。有这功夫赚钱，你都够买2套的了。我眨了眨眼，话不能这样说的，妈。如果丢的是我自己买的，那我也就算了。但是这是你给我买的，价值3万呢，是全家族最高的待遇了。这份殊荣的象征我可丢不得，就是把我自己丢了，我也不能把它丢了呀，必须找回来。没事的，妈。周末挽住婆婆，嫂子人脉广，而且现在到处都是监控，只要合法合理，警察都能查监控的。
丢东西很容易就找回来了。婆婆依旧没松口，报警这么大的事情，还是等家里的男人们回来再说。临近傍晚，他们带了不少的收获回来。婆婆招了招手：“陈忠，你来帮我打下下手，把这几条鱼处理下，喊爸去呗。”我哪会这个？陈忠刚在沙发上坐下，听见婆婆的话，不满地嘟囔起来。婆婆扫了我一眼，跺了跺脚：“赶紧来，别废话了，让你做点事情，怎么还扭扭捏捏的？”陈忠闻言，只能强撑着身体起来，万分不愿地跟着去了厨房。饭桌上，婆婆主动挑起这个话题。下午子晴说要报警找丢失的3金，我是个女人，头发长见识短的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还是让家里的男人们做主吧。说着，她给陈忠递了个眼神。陈忠转过头问我：“不是说好不提这件事了吗？你怎么又要搞这出？这件事报警可就不单单是我们家的事情了，更会牵扯到婚礼当天的来宾们，这影响不好。算了，你别说了，等回家我再跟你说清楚。”说罢，他招呼着看热闹的大伙：“吃饭吃饭，小事而已，不要影响了吃饭的心情。”我没说话，起身走到厨房。等我再次出来之时，手里已经多了个东西。哎，我举高手，在厨房里找到了个好东西，趁着大家都在，一起看看呗。说着，我也不顾他们说了什么，直接调高了音量，点了播放。熟悉的声音在耳畔响起。子晴好像发现那件事了。怎么了？她怎么好端端又提起那件事了？是陈忠的声音。不知道啊，下午他跟周末拍照来着，说要发给警察立案调查。我怎么说都不能让他们打消念头，我只能借口说先等你们回来。陈忠脸色铁青，羞怒的情绪快要从眼睛里跑出来。婆婆站起来指着我就要发难，我做了虚的姿势，示意她安静。好戏还在后头呢，就算她知道了又能怎么样？还能让警察把我抓起来吗？我就害怕万一监控拍下来，那又怎么样？你是她婆婆，是我妈妈，拿任何东西都应该的，警察不会管这些家长里短的事情的。你别担心了，清官难断家务事，有你这句话，妈就放心了。妈担心一下午了。我点了暂停，淡淡的说：“所以周末的3金确实是我那套，对吧？”婆婆转头看公公，公公低头喝闷酒。陈忠恼羞成怒，陈明的视线不知道看哪里，而周末平静地望着我。你们陈家这么要面子，居然也能干出这种事啊！我冷笑，拿1套3金娶2个儿媳妇，真是超棒的想法呢。邵子晴，你别胡闹了。陈忠呵斥我，爸妈都在，你现在说这个是什么意思？故意让大家难堪吗？我不解，我给你们难堪？这件无耻的事情难道不是你们自己做出来的吗？子晴，不是这样的。婆婆说周末的3金我来不及买了，所以临时拿你的那套顶替了一下。这段时间为了你们俩的婚礼把我忙晕了，忘记跟你说这件事了。这个理由让我好想笑。妈，半年了，你连跟我说句话的时间都没有。你知道的，我年纪大了，忘性大。哦，我瘪了瘪嘴。妈，如果你在东窗事发后能承认错误，并且真诚地跟我道歉，我倒是能敬你是个长辈。但是现在，你依然在用拙劣的借口掩盖自己的错误，真让人恶心。邵子晴，你注意自己的态度。陈忠跳出来护母，妈都跟你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了，你自己不相信有什么办法？他蹙眉，行了，你跟妈道歉，我们先回家，这件事以后再说。回家吧。我点头，不过是你回你家，我回我家。你什么意思？我说了，我耐心地重申一遍，你们让我觉得恶心。你有完没完？陈忠暴怒起身，
因为这几万块钱你就要死要活的，你至于吗？我怒极反笑，合着是我没格局，不能接纳你们这种节俭的传统了是吧？既然你们这么舍不得钱，当初就应该2个兄弟娶1个媳妇啊，还省事，不会碰上我这样爱找茬的。你胡说什么？他说着就要扬手靠近我，被陈明跟周末拦住了。我侧头看向周末，这个家我是待不下去了。你呢？要继续留着做陈家好儿媳吗？我被点到名的周末欲言又止，环顾一圈大家脸上各异的表情，低声说：“婆婆又不是偷拿我的3金，我也没有什么好生气的呀。”陈明肉眼可见地松了口气，把周末揽在身边。婆婆听了这话，脸色也稍微缓和了些。陈忠的脸色依旧难看，估计内心在吐槽：我怎么没有弟弟的老婆懂事？他们在此刻非常有默契地站在了统一的阵线。我点头，放下助人情节，尊重他人命运。临出门，我指着陈忠：“你明天9点民政局见。”在9点前，我收到了陈忠的消息，他说想再跟我聊聊。家门开着，里面除了陈忠，还有陈明跟周末。陈明看了我一眼，没有说话。周末倒仍然喊了我一句嫂子。你想好了？因为1套3金要跟我离婚。陈忠的语气告诉我，他觉得这个离婚理由十分荒唐。听你这话，我就知道你压根还不懂我为什么要离婚。我双手环胸，语气不轻不重地说：“行，我也不想懂。”我的不配合让他逐渐不耐烦，又不想在弟媳面前丢了面子，只能拿瞧。房子是我们家出的首付，给你20万元就算完事。车子按照市值的70%折算成现金给你，还好还没孩子，财产分割算清爽。呵，我轻笑出声，原来当初执意要用彩礼付房子首付的原因在这里呀，坑在这儿埋着呢。是，他倒也不惧，直言不讳，虽然是彩礼，但是在法律上，这钱是从我的户头里出去的，那就与你无关。他瞥了我一眼，你可想好了，要是跟我离婚了，你就是个什么也捞不着的离异女人了。看到了吧？我对着周末说，我的今天可能就是你的明天。陈明瞪了我一眼，周末安抚地依偎在他怀里。嫂子，你如果不这么倔强的要离婚，你依然可以跟我一样幸福。我敷衍2声，这种幸福你自己好好享受吧。说完，我站起身拎包就走。跟这么些恶心的人待得太久，容易想吐。半个月后，一则避雷西川市陈姓渣男2兄弟的帖子火爆全网，引发了空前的讨论，以及铺天盖地的评论，占据各大平台的首页。而好巧不巧的是，帖子里的男主角我认识，陈忠。帖子图文并茂，文字搭配视频，佐证俱在。其中有一幕是陈忠跟陈明坐在客厅里喝酒谈天的画面。哥，你说你单方面的财产分割，邵子晴能同意？陈忠喝了一大口酒，满脸不屑。他不同意又能怎么样？流水与打款账户都是我的，我狠一点说他半毛钱没出都行，给他1/3已经够人性了。他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陈明竖起大拇指，真厉害呀，哥！那个时候就能预料到现在的事情。陈忠一副得意的表情。我跟你说呀，什么都靠不住，哪怕是枕边人也要留一手，千万别毫无保留。就像你对周末，听见周末的名字，陈明下意识地侧头看向厨房的位置，低声道：“轻点，你别大声嚷嚷，周末还在呢。这些话我们出去再说。”他被网暴的时候，我正在家里搬运自己的最后一批东西。他后知后觉地看了那条帖子，气急败坏地冲回家，一把把钥匙摔在我面前。我视而不见，
继续指挥着师傅搬运。邵子晴，这些是不是你搞的？我跟师傅确认完事宜，才转过头上下扫了他一眼。那这些事是不是你做的？这些话是不是你说的？他语塞，只是干瞪着我。好深的心机啊！居然在我身边安装了这么多摄像头，还有录音设备。你这么做是犯法的，知不知道？他冲着我吼：“我要告你！”我没理他，自顾自处理着事情。嫂子，哦，不，子晴姐，身后有人唤我。我回头，周末背着包，清清爽爽地站在身后。你不是说快好了吗？我等半天了，你怎么还没下来？我快饿死了。他挽着我撒娇，小孩子似的语气。好了好了，马上就好了。如果不是有人挡着，我早就下去跟你吃饭了。周末，陈忠呆呆地指着面前的周末，难以置信地指着他：“你怎么在这里？你怎么还跟他这么要好？你怎么？”周末瞥了他一眼，语气不善，眼睛看着我说：“呀，子晴姐，你的前夫也在这儿呢。没事，马上就不用看见他了。”我们一唱一和，完全没把陈忠放在眼里。帖子里的视频跟录音，有一半是你的功劳吧？陈忠这会反应过来了，也完全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。周末不惧，直面他的眼睛：“是啊，是我干的。欲使人灭亡，必先使人膨胀。不过吧，膨胀这件事，你们俩兄弟无师自通，我根本不用费什么力气。”他垂在身侧的手握成拳头，手背上的青筋清晰可见。不对，也不能这样说，是你们俩本质上就是自私自利的人。我每天做的事情，无非也就是扮演一个傻白甜。说着，他现场表演了一回，微微轻拍手掌：“哇，老公好厉害！哇，大伯好厉害！”他收起笑容，冷冷地看着陈忠。你知道最难的是什么吗？是我明知道你们是多么恶心的人，却每天还要强忍恶心待在你们身边。周末，陈明对你这么好，你这么对他的家人，你就不怕天打雷劈吗？哈，真好笑。周末轻笑出声，对我好。你们在厨房里偷偷密谋如何霸占我父母的房子，你们陈家就是这么对我好的。得了吧，我无福消受。陈忠被戳中了内心的龌龊事，猛地吸了2口气，却吐不出来半个字。那不是霸占，是替你父母打理资产，理由倒是冠冕堂皇。要不是我有脑子，我还真信了。我们把事情发给网友们看看，让大家看看孰对孰错。说着，我拿着手机对着他一顿照，他急忙用手挡住脸，边挡边咒骂，全然没了平日的斯文气度。死女人，真以为我不敢打你？他嘶吼着要朝我扑来，想抢走我的手机。我后退一步，高声喊道：“师傅，帮我按住这个人，我加钱。”2个师傅一直在悄悄地听着我们这边的惊天大瓜，一听见我的话，马上就过来了，一左一右从后包抄抓住了陈忠。放手！陈忠一斯文败类，在体力上哪里敌得过2个常年干体力活的大老粗呢？对他们来说，陈忠就是一小鸡仔，轻松就拿捏了。师傅，我先走了，等我走半小时后，这人你再放。好嘞，小姐。周末，接下去你打算怎么办？吃着饭，我抬头问对面发愣的周末，他放下筷子，擦了擦嘴，还能怎么办？起诉离婚呗。你还要回去再见陈明？不用了，他说，我早就以回娘家照顾爸妈一段时间的借口，把能搬的东西都搬走了，剩下的无所谓了。你跟陈明相恋多年，好不容易结婚了，现在闹成这个样子，可惜吗？他端起面前的水，轻轻抿了一口，放下。可惜呀，我只可惜没有早点见识到他的真面目。在你告诉我陈忠给他的红包里是12000元的时候，我就傻了，因为他告诉我
红包里只有5000元。你说他在这么一件小事上就对我习惯性的隐瞒，以后还能对我有多坦诚？以前我喜欢他，所以他说的话我从来没有质疑过真伪。可是现在仔细想想，他真的有很多的漏洞，是我的恋爱脑自动把他的漏洞填补了。还有他的爸妈，就连最基础的3金都要用上不得台面的手段重复利用，光是这一点就让我大开眼界了。而且全家人串通只骗你一个，仔细想想，真叫人可怕。是啊，我何尝不是多次在半夜想起这件事，想得汗毛直竖。我举起面前的果汁，笑着对他说：“过去了，幸好我们及时止损了。”他举起果汁碰杯，有福之女不入无福之家。我跟周末同时对陈忠、陈明进行起诉离婚，所有的证据素材已经满网络飞了，只要动动手指都能看到，所以我们对结果根本不担心。这出戏是我跟周末在他婚宴结束后的化妆间里就讨论完的，先测试一遍婆婆的反应。假如她能大方配合，并且热情的回应，那这件事的真相也就不重要了。我会主动翻篇，然而她却是表现出另一个极端，让人心寒。为了获得更多的证据以及揭开他们家的真面目，我跟周末选择了一个人唱白脸，一个人唱红脸。我多次当着陈家兄弟的面质问周末，目的也是让他们降低警觉性，衬托出周末还是那个恋爱至上的傻白甜女孩。可能是她的形象太真实了，竟然还让他们动起了霸占周末父母房子的心思。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。事情在网络上持续发酵，所有人都盯着事件的后续发展。陈家因此在本地闻名，好多人慕名前去打卡。从网上的照片来看，他们家门窗紧锁，密不透风。而我已经约了周末去旅游散心。世界纷纷扰扰，希望唯一不变的是在任何时期都敢于拉自己出深渊的勇气。请听下一个故事。快下班的时候，刘娜收到老公何冰的微信，说他已经去幼儿园接到儿子了，等下去接他一起去吃大餐。刘娜拿起办公桌上的台历，翻了好久，也没想到今天这日子有什么特殊，而且何冰还给她带了一束花，搞得一起下班的同事半羡慕半揶揄他们老夫老妻还那么浪漫。刘娜哭笑不得，在办公室她可没少吐槽自己的婚姻和眼前这个捧着花的男人，反而是一旁的儿子高兴得不得了，一直喊着吃大餐。刘娜笑吟吟地把花接下，听从这一大一小的呼声，来到了何冰早就订好的餐厅。没过一会儿，菜都上齐了，而且都是刘娜喜欢吃的，美食当前，刘娜都顾不上问今天什么日子，搞得那么隆重。直到快吃完的时候，何冰才开口：“娜娜，那个我弟下个月要结婚了，家里说让我们到时候回去一趟。”刘娜顿了一下，把嘴里的肉吞下去之后，才点点头：“好，结婚是好事。”见刘娜点头同意之后，何冰好像如释重负一般，又试探着往下说：“我弟和他女朋友都是在老家工作，房子就没什么好愁的了。家里的意思是我们做哥嫂的，凑点钱给他买辆车，这样接亲时候也有面子。”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。这一顿大餐原来是一场鸿门宴。刘娜压不住从脚趾头直窜到脑袋的火气，但顾忌着儿子在边上，用只有他和何冰听得懂的老家方言表态：“礼可以随，但是再要我额外掏钱，半分都没有。”刘娜不是那么没有人情味的人，加上这几年她和何冰收入都有所提高，本来他们资助几万块也不会有太大压力。但是一想到当初她嫁给何冰时婆家人做的糟心事，刘娜就始终气不愤。
刘娜和何冰是自由恋爱，两人老家是同一个县城的，在一次朋友的饭局上认识。刚认识的时候，刘娜正被家里催着回老家相亲、考编制，刚好何冰也面临着同样的烦恼，而且两个同病相怜的人居然观念、兴趣都很一致，慢慢的接触多了，他们顺其自然就走到了一起。刘娜从毕业后一直在现在的城市工作，她答应和何冰在一起的时候，就表明了以后不会回老家，希望两个人能买房子结婚，在这里安家。何冰也认同刘娜的想法，还说他已经和家里说了以后要买房，家里答应帮助10万块。后来何冰家里催结婚的时候，刘娜算了算两人攒下的钱，加上何冰家里答应自帮助的10万块，首付应该也是够的了。而且半年前他就关注各大楼盘的信息，和何冰也去看了好几次房，差不多也该定下来了。何冰家里算了结婚日子，在年底。刘娜想着先把证领了，然后办好买房手续，年底举行婚礼，一切水到渠成。但是没想到，何冰和家里一说要买房，希望家里帮助的时候，婆婆竟然说结婚日子已经定下来了，这笔钱得用在婚礼上，就没钱给他们买房了。刘娜的心像被泼了一盆冰水，同时还有种被摆了一道的感觉。当时他们明明说可以资助买房，现在婚期定下来了，亲朋戚友都通知了，才出尔反尔说没钱。刘娜也和何冰闹过，也想讨个说法，两人一度僵持着，甚至引发了是否还如期结婚的争论。结婚的话，刘娜觉得憋气；不结婚的话，又好像小题大做，变成了笑话。刘娜自家父母劝她，何冰父母愿意出钱帮忙买房是情，不愿意的话也没什么好说的。人与人之间都是你帮我一下，我日后也扶你一把，欠下的人情总有一天要还回去的。现在这样就当省了以后的麻烦，靠自己努力买房也心安理得。所以刘娜还是照样嫁给了何冰。两人结婚之后继续留在大城市发展，买房的压力也激发了小两口赚钱的动力。后来何冰慢慢得到老板赏识，得以升职，没多久他们就贷款买下了现在的3居室。买房的时候，婆婆有提出给他们凑2万块，被刘娜婉转拒绝了。自从结婚后，两人又不在老家工作，和婆家这边的接触也少，加上之前的事情让大家的关系冷了几分。现在他们有能力买房了，这2万块也算不了什么。更重要的是，刘娜不想成了这份别有用心的情。也是结婚之后，刘娜才知道，当年公婆的出尔反尔，是因为真正要掏钱的时候不舍得了。而且刘娜他们不在老家买房和工作，所有2位老人就想把钱留给在老家的何冰弟弟，想着以后他们依仗的也终归是留在身边的小儿子。现在眼见刘娜和何冰生活越来越好，收入也越来越高，有能力自己买房了，婆婆又开始想到要依仗有本事的儿子了。刘娜不会阻止何冰对自己的父母尽孝心，逢年过节该做到的给钱置物都由着他去，但刘娜自己不会额外的再去多做些什么。就连后来生儿子的时候，刘娜也没有主动去麻烦婆婆，都是让自己娘家妈来照顾她坐月子。何冰因为感激当时结婚时候刘娜的让步，家里的很多事情都是听她的。一个家庭的婆媳问题，只要当老公的那个拎得清，基本不是什么大问题。所以这些年以来，除了前几年为了买房的拮据，刘娜算是过得比较舒心的了。生活舒心了，她自然也不会翻旧账，但这也并不代表曾经发生过的事情能自动抹掉。
当得知要他们凑钱给何冰弟弟结婚买车时候，刘娜一下子就想到了婆婆的出尔反尔，心中憋着的那一股气像是要喷涌而出。何冰弟弟高中之后没上大学，去技工学校学了一门技能，之后就回老家找了份工作，一直和公公婆婆住在一起。如今她快30岁了，好不容易才找到对象，现在要结婚了，婆婆自然也是要面子，想搞排场。不仅家里的装修翻新了，还加盖了一层，原来2层的房子变成了精装修的3层。房子有了，车子自然就跟着来，所以才有了婆婆想要何冰和刘娜这当哥嫂的，凑钱帮弟弟买车。自家办喜事，当然是要提前回去的。刘娜和老公何冰请了几天假，他们回到家的时候，家里已然一副娶儿媳妇的喜庆。当天晚上，刘娜就当着公婆的面递给何冰弟弟一个大红包，这里面是18000，就当是我们随的礼。我们还背负着房贷车贷，这钱不是大钱，也是我们的心意。接下来就是有力出力了，婚宴上需要哥嫂的，尽管安排就是了。刘娜把话说得到位，18000的随礼红包虽然达不到婆婆想要凑的数，但在老家也算不少的了。小叔子是高兴地把红包接了过去，婆婆却沉着脸瞪了何冰一眼。接下来几天，婆婆对外一副大喜大乐的样子，在家里，尤其是刘娜在场的时候，臭脸拉得老长老长。何冰多次欲言又止，刘娜心里知道她要说什么，偏不说破。买房前几年，因为做了首付贷，还借了朋友一些钱，基本都是勒紧裤腰带，工资一到手，他们就拿去还月供、贷款和朋友的债了。现在这样的苦日子过去了，但是那滋味刘娜每每想起还觉得心酸，所以她对婆婆当时出尔反尔，不肯凑钱资助他们买房心有介怀。当初在刘娜他们需要用钱的时候，婆婆不肯伸以援手，现在却打着让他们掏钱的算盘。刘娜绝不可能做这样的好事。这些天在老家，在小叔子结婚这件事情上，刘娜理随了，力也出了。婆婆虽然没有好脸色，但总不能逼着她出钱。婚礼结束的当天晚上，刘娜就开始收拾行李，想着赶紧回去第2天上班。婆婆却一反常态，说他们1年才回去1、2趟，极力留他们多住几天。加上小叔子和新进门的妯娌又帮口，刘娜不好驳新人面子，只好跟公司请了假多留1天。本以为婚礼结束了，婆婆也没什么好说的了，刘娜就当给自己放多1天假。谁知道第2天吃中午饭的时候，婆婆当着小叔子和妯娌，还有一些叔伯亲戚的面，掏出了一沓单据。婆婆一张一张地数着，这张是地板的，这张是门窗的，这张是家具的。等婆婆手里的单据快数完了，刘娜才反应过来是家里的装修花费。婆婆把数完的单据拢了拢，家里的装修七七八八加起来差不多10万块。我和你爸老了，房子以后都是留给你们2兄弟的，现在2个都成家立业了，我们也算完成任务了。家里装修我们先挪用了自己养老的钱，就由你们平摊吧，1人5万。何冰，你是大哥，带个头，弟弟刚结婚也没什么积蓄，以后再说。刘娜见小叔子和妯娌低头不语，老公何冰也一下子不知怎么反应，她心里冷笑一声，感情这是变招法让她掏钱呢。娘家父母说的没错，凡事靠自己，万事有底气。幸好当年买房，他们没接受婆婆那2万块，要不然现在不知翻了多少番。既然买房的时候，刘娜硬气的靠自己，现在她就有底气，不为这些人情受累。刘娜让儿子到楼上去看电视，才缓缓拿出手机，
把房贷车贷的银行月供扣款信息哗啦给大家看。你们都以为我们有房有车，却不知道我们背着一身债。我们买的房子没有依靠家里半分，家里的房子车子我们也不会出半分。家里这些债务落到谁头上也落不到我们头上。围观的亲戚中开始有人窃窃私语，胆子大的开始仗着长辈身份给刘娜说道，拿出孝敬父母、帮助兄弟那一套来道德绑架。刘娜觉得好笑，但又不屑与这些人争论。她明白，越争论只会越把自己绕进这些伦理家常里面去，借着要哄儿子睡觉。刘娜撇下一群虎视眈眈的所谓亲戚，溜之大吉。第二天，刘娜一家起了个大早，赶了回去。婆婆连出来送都没有送，但是没有关系，维护了自己的利益，刘娜还是很开心的。有时候，如果昨天她不反驳婆婆，爽快地掏钱，以后还不知道有多少糟心事等着他们呢。幸好她没有妥协，以后婆婆大概也不会怎么麻烦她了。真好，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过去终将会过去，但故事已然成故事。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，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。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。